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为你邀请到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小我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告，大家好。好，那今天呢，一个台湾呢，那从南到北之间，那所有的感受大家都不一样。OK， 那高雄几个县市呢，今天是还是一样，那要正常上下班。那在中台湾是在今天6点以后，那就停止上班上课。那北台湾那从大概是苗栗以北，那今天是放台风假。所有的一切，你不要管白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风雨，长官跟你讲说，好，那个是因为要先做防台一些的准备。好，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在看了。那当然，台风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那没有事儿不要出门，那好做好防台一些的准备。可是这时候来创下，这个就是所谓的风灾政治学，大家就来看风灾该怎么放假，该怎么做这些哦。让你先看一下，当时长官为什么会讲说今天要放台风假？不管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那个风雨的标准是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总不能让民众陷于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状态吧？让你看一下，来。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侵袭台湾，特别对于北部地区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我们连日到 EOC 参与的会议气象团队都预判可能会如同2015年苏迪勒台风对于台北造成的严重灾情，也可能甚至像之前的艾丽台风。造成台北是非常严重的灾情，所以身为决策者，我绝对不能轻忽这可能对于市民朋友造成的影响。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预报到目前为止，那这几天的气象预报的方向大概都一致来，庄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一个氛围的感觉，而且蒋万安特别把苏迪勒台风，那里就不要讲了。然后今天那个纳莉台风，大概现场来宾大家都心有余悸吧。那个时候台风造成，尤其是台北多严重，整个包括市中心、SOGO 所有那一带，包括地下那个捷运什么，全部都淹。那一次，蒋万安提出来就讲说，我放的有道理啊。其实台风的要不要放假有标准吧？虽然它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台湾这么多年来，一向是政治的选择，而且是现在马上要投票了。所以呢，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更重要。所以 to be or not to be， 然后他们要选择是什么？我要被骂还是要被笑？对啊，如果风雨很大，你没放假会被骂。那如果风雨不大，你先放假了会被笑。所以他们永远在这个，所以万安确实是有这个他的选择题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你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坦白讲，因为台湾也经过这么多了，有很多时候你要心要定，你定了。就不会有状况。那比如说今天的话，就出来了吧，一个台湾3个世界嘛，对不对？对不对？从苗栗以北通通放假，然后台中南投呢，其实他们是6点以后放假。对。那当然很多人就觉得6点什么塞车，可是你要回到其实中台湾那边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中台湾那边很多的是中小企业、机械工业，他们有3班制。就说他有夜班的，有夜班的，那夜班的这个是有危险，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考量，根据数据也有道理。然后南台湾据说演唱会继续来吧，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台湾3个世界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心呢就要定，决策者要给人家安心的是你心要定。但是蒋万安最近好像有创伤症候群，是因为淹水那次吗？对啊，因为昨天的时候先出来的时候，其实昨天很多人都纳闷，待会也许义夫会讲更清楚的状况。我们就看到，不是北基桃吗？可是昨天8点看到又跳出来，台北，对不对？北基桃，那另外一个新北怎么没有了？大家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怪怪的，后来呢，晚上又出来了，万安就脸书上讲了，他里面就觉得说，那625真他对他来讲真的有创伤。这个创伤是什么？因为那一天下了大雨，土壤的蓄水量比较高，所以现在要预先防范。所以他的这个理由，你不要讲这些理由，你就是直接就告诉你嘛。对。那今天早上呢，我早上5点的时候呢，我每天1万步在河堤上看到，虽然是大太阳，地上有湿的，代表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好吧？就这样子过去了。就他要加一个叫做防台准备假。那如果你今天是不是开了一个新的规范？那以后台风来的前一天都要放假，就要有个防台准备啊。你这个规范就很奇怪，所以其实今天的问题是，其实放不放假本身是科学问题。然后过去了以后也是结果论。对，那万安在2023年9月的时候，那一次全台湾14个县市都放假，
他不放，那个时候人家还说他神准呢。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放假最后是结果论嘛。但是你蒋万安就这样变来变去，那包含了还有的就是，然后呢比他的阿公阿祖更有威严，直接指着区长问，对不对？你不要给我紧急调度，不要给我紧急调度哦，不要给我紧急调度。可是这样一个状况，你整个的防灾中心指挥干什么？你就是要调度啊，水会流动的啊，你怎么这样调度？而且人性是什么？他阿祖最清楚啦。就是当我下令说你不要给我出什么状况的时候，当年在不管是国共内战还是抗战，多少人就会囤积弹药，囤积物资以求自保。那你现在12个区被你这样一讲之后呢，我相信人性的状况，那这12个区呢，哎呦，你文山区抱歉，我先保留住。那你这个东西，你有调度指挥之人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防灾政治学已经不是放不放假，而是你蒋万安的他刚刚讲决策者的责任。但是人家决策者就要看你的逻辑是否一以贯之，你的肩膀是不是完全能够扛得住？你这样起起伏伏的，蒋万安在这个风灾里面已经是第一个受灾户了。OK， 那上口，刚才讲到。北北基桃每一次大家都讲说共同生活区，然后所以放假，尤其台风这些都要大家讲好8点钟一致公布或者什么。昨天我有注意看那个新闻，因为最早在有一些我不知道是新闻台的编排还是怎么样，有一些新闻台最早跳出来是基隆放台风假，再来那台北、桃园、新北好像是比较晚，所以为什么有人特别跑去问那个侯友宜？你是因为共同生活区你不得不放，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疑问？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说好嘛，其实过去都是约定8点同步公布嘛，对啊，同步公布嘛。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也是基隆，是不是？就是先公布，谢国良先讲，对，先公布以后，大家就想说，不是你这个大家讲好了，你怎么可以先公布？有一年好像是这样。抢先公布呢，只是把讯息讨好群众延后公布呢，只能说一句话你们3个都要这样干了，好吧，我只好这样干。因为白天雨量并没有达到过去放台风假标准啊。对，所以台北晚半个小时，其实就透露一个讯息了。我是跟着放新北晚在新北，我是跟着放好，那当然你看得出来连任与非连任的县市首长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啊。基隆、台北跟桃园都要连任啊，唯一不要连任的是新北啊，所以。然后那个台中是因为要启程了，所以就放一半。他是没必要，6点本来就下班了，因为因为侯友宜不需要连任，所以他的决策大概跟这3个人，大概沟通过程当中，好，就是有一点被3个牵着走了。好了，你们都说要放，然后放吧。但是那刻意晚约30分钟公布，就是告诉你。其实我知道没有达到标准，那你们3个人要放大台北共同区，好吧，我们都约束好，一起公布，好吧？那你们公布完了，我再公布。上公，其实晚比较有蹊跷，但你说晚的那个其实是有一个态度的展现，对，就是我不讲明，但你们大家都应该看得懂，我是这个心情，因为很简单嘛，你说晚个，大家彼此之间约。8点，你早个1分钟，我晚个1分钟，我们都知道嘛，我们拿来对手表的时候都会有差个1-2分钟嘛，是晚20-30分钟，这不正常啊，这不正常大家说好8点哦，历经这么多次的北北基桃协调，你认为侯友宜会不知道8点应该公布吗？新北市政府不知道8点要公布吗？坐在那边2只手插着，好吧，你们要公布，你们公布吧。你们公布完了以后，我再告诉你说北北基桃我是他们3个人决定，那我也只好跟着放了。其实晚公布反而比较有蹊跷，早公布人家就觉得你就是抢嘛，对啊，你就是抢嘛，因为好，你7点55分公布，我8点公布，大家就认为说你基隆抢嘛，你这个抢先嘛，它是延后比较有学问，而且延后的时间还可以延这么久，我都怀疑侯友宜当初在挣扎要不要公布了。对，你觉得他是不想放，不然你不会延长半个小时这么久嘛？
如果你说大家都说好了，你讨论你就说好吧，我其实白天我是不想放的啊，你们说要放就放吧，好，我们8点一起公布嘛。这半个小时是不是代表侯友宜还在挣扎？上公刚刚讲这段，小平你看一直点头。对啊，所以侯友宜真的有这样一些心态，他某种程度真的被赶鸭子上架了吗？刚才创下讲说，蒋万安为了要讲这些，还讲了一个就是台风预防防台准备假，所以以后大家都要有个防台准备假。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所以625真的有被吓到。不，他皮绷紧的这是好事嘛？对我们蓝营来讲，哦，对不对？当然，对啊，因为内湖的淹水啊、三疏事件，谁对谁错？当然我们有一些疏失嘛，对不对？内湖的淹水啊、三疏事件，谁对谁错？当然我们有一些疏失嘛，对不对？可是这次台风，他回忆的2015啊，什么苏迪克，哇，万棵路树倒塌，他会回想那个所有的调度机具，全国的机具都来锯树，好不好？那时候我们就看那个书华，大概也很记忆点也很清楚嘛。会任何人都会怕，金童更怕。第一个，他在140天就要选举了嘛。那第二个，这个许淑华这个简淑培，他们根本就不会放过他嘛，对不对？对啊，所以问题是出在许淑华身上。他们几个新潮的几个很能干、很凶恶的女人，你知道的，很漂亮又很凶恶。请不要在外貌上说。所以他们，你看他们那个质询台啊，不，他们也要创造，这一刀两刃。今天讲完被他们修理，他们红了，他们票变多了，他同选区的那个就紧张了，很复杂，这个就是台风政治学，好不好？好，再拉回来，他今天，请问你有没有大的风雨？白天没嘛，对，白天基本上还好。是我跟你讲，今天半夜开始大嘛，那或9点开始到，好不好？开始风雨很大，然后那6点下班，那你敢怎么放？所以很简单，他这个放等于是，如果明天也放假，如果明天你也放假，那就是放2天。对啊，对不对？好，所以放假什么叫台风政治学？放不放？放半天？放1天？放2天？以后搞不好放3天的，我不知道了。然后有放过3天，上次高雄放过3天，就一直在等那个台风。放半天的，那就风险就很大。2016那个梅基啊，有那个南部赖清德啊，那个时候涂庆哲还有詹花冠，哇，你知道那个。他因为台风而红，你知道吗？赖清德，因为台风大家放他不放，跟鹿岛有没有？刚好有，我不晓得是不是凑巧，刚好有人倒，他的医生就救起来。因为在台南即使是直辖市，上新闻比双北都难多了，对台北市长，所以他一定要经过这种宣传了，然后拿来做。那这样他也扶摇直上，建立了好的形象也就上来了，不管真的假的。像这个金德卷童，就是他因为放假得了很多利，可是因为这放半天假而倒大霉，所有的3个首长脸书被灌爆，放假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所以刚刚创下讲这是科学，对不对？还是选择嘛？我最后下的结论啊，我支持这个我们新北市长侯友宜这种晚半小时的内心的挣扎的精准判断。但我们可是我们身为台北市民料敌从宽，我们也支持蒋万多放1天假，好不好？没有放假从来都不是科学的问题，好不好？对啊，放假不是科学的问题，对嘛？本来应该是科学的问题，理论上是应该科学的问题，就不是，因为政治选择，没有很简单一件事嘛。中央气象局把什么贴在公告里面，台北什么全部列出来，大家照那个放就好了嘛。但是你看台湾每次碰到台风，谁照那个放？没有吧？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尤其越逼近选举的时候，它更是政治。讲白一点话，我宁可放大家1天假，即使阳光好，大家去钱柜唱歌都好，我不放，万一突然雨量暴增，我会被骂死。2择1要选什么？但是只是没有想到说，美国股市大涨，这个清华等一下会跟大家做分析。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的政治考量是什么？越到选举，放永远比不放安全。对，它就最简单的道理嘛。你说什么防台准备假啦什么啊，那都叫做理由借口。
那都叫理由借口。我要放的时候啊，什么灾害，什么上课上班，哎呀，我要找几条可以当理由，就可以找几条。我要放的时候的理由。那我请问一下，625的时候，它符不符合灾情的第4条？就蒋万安说的那个第4条，因为第4条没有告诉你是台风哦，对啊，它是灾害哦，符不符合第4条？当天符不符合是第4条内湖？它也可以符合啊，因为淹水，淹成这个样子，车子都飘走了，没有阻碍交通吗？你早一点讲，他就放了嘛，你也不早点讲，我又不姓殷，好吧，对不对？所以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前面跟后面，你说大家在关注台北，其实好，我还关注一个哪里？花莲万里溪上面的堰塞湖，堰塞湖，上一次马太安溪，这一次那一次教训，花莲怎么做？625这一次教训，蒋万安怎么做？坦白说一句话，我觉得他们都很紧张。刚才他们要比其他县市长都还要紧张，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你说不进是不长一事，然后结果发生以前那个事情，总不能重蹈覆辙。好，蒋万安这次料题从宽，一概从宽，那判断是这个样子吗？刚刚上公讲了一个啦，就是两边摆在天平上面，一边是被骂嘛，而且如果要是那个选票，你看只要宣布放假，每一个脸书下面全部都是帅爆了。那爱死你了，然后有你就万安，我晕了。对，如果不放，你就可以想象那个下面所有的。但是上公台北跟台中就是这样，就是嘛，就是这样。看这些就知道，那选票政治人物选票考量吗？至于工商界，你们会不会因此多支出的成本或各方面考量？那在现实之下，是不是就真的矮一截呢？只是有一段是大家对一般都没有考虑到的，就是清华。美国股市昨天大涨，台指期夜盘大涨，对，所以对很多要投资人就讲，今天我本来是不是应该我1秒几十万上架，那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也要摆进去考量吗？当然啦，而且你看哦，这个网络上有人现在在担心啦，担心用4个字形容啦，说我们会不会躲喷迎崩啦？什么叫躲喷迎崩？也就是说呢，喷当然就往上喷嘛，就上涨嘛，喷出行情喷出行情嘛。就是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道琼是收上涨139点啊，标普是收上涨60几点啊，然后纳斯达克是上涨336点啊，所以昨天看起来美股状况是很乐观，台指期夜盘也涨了800多点嘛，所以呢，等于对投资人来讲，今天台股如果开盘的话是往上喷的状况嘛，所以这个喷的状况，但是我们因为台风假的关系，我们躲掉了，可是今天晚上美股还是要开盘的啊，对啊，所以美股跟美指期在开盘的时候，如果是往下跌的话怎么办？喷的这一段我们躲掉了，结果下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大家迎来崩的那一段，所以今天网络上才有在讨论说，会不会我们刚好遇到的就是一个躲喷迎崩的状况啦？所以这个投资人呢看到的时候，心里当然会别扭的。那你会想说，那如果是做稍微长线一点的投资，这个稍微的等久一点的，应该也还好吧？对不起，现在台股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做当冲的人呢，占我们台股每天的交易量里面40%左右啦，也就是有40%左右的人做的是当冲啦，所以对做当冲的来讲，如果今天有机会喷的话，表示这里面有什么有价差的空间嘛？因为要做这个当冲的人，一定要有价差明显的，他才会有获利嘛。那种波动幅度很小的那个做当冲不划算啊。所以等于说对这些做当冲的来讲，台湾有40%的交易现在是做当冲，结果呢，这个看起来有机会的这个礼拜五呢，竟然让大家给错过了。那对做当冲的来讲，这个礼拜一绝对是重新再来啦。所以人家才会说会不会有这个躲喷迎崩的状况出现啊？可是这个回过来讲，就是虽然在投资场上是这样子看，可是刚刚五哥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台风假看的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啦，去上班的时候能放到假，当然很开心嘛。尤其是这个对这个礼拜来讲，礼拜五放台风假，等同于本周放3天的连假。尤其是这对这个礼拜来讲，礼拜五放台风假，等同于本周放3天的连假。放3天连假，很多人都很开心啊。可是对于这个本身是企业老板来讲，或是资方来讲，这个放假就代表着成本的增加了。是啊，所以放台风假呢，对于这个政治来讲是很难的政治学选择。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讲一下，
虽然是这样子啊，蒋万安放假的原因呢，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因为台北市大概是这一次全国最早被敲碗要不要放台风假的。在礼拜2、礼拜3的时候就在敲碗这个礼拜5的时候不要放台风假，这个是也是创这么多年以来的历史新纪录啦。县市长在礼拜2就被逼得要不要放台风假，所以很显然的，这跟上次内湖的淹水呢，一定是有很大的关系嘛。所以呢，很多人都开玩笑，网络上在讲说，蒋万安这一次到底是讲不听还是讲会听啊？那显然看起来这次对网友来讲遇到的是讲会听，所以就很多人下去说帅爆啦，然后什么再支持市长10年啊，这个10年的意思就表示连他下次选总统的时候一起支持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人写这个什么10 up， 就是说支持度10%，这个增加10%以上起跳，连这样子的留言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跟蒋万安之间呢，显然啊，他上次的风灾对他来讲，这个在一般市民的心态里面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蒋万安讲的有一句话呢，这个我还是要觉得还是应该要做说明啊，就他这个不是面对这个区长跟区公所的时候讲说，好，不要给我紧急调度啊！你们既然讲说都没有问题了，不要给我紧急调度啊！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我还是要特别针对这部分要说明一下呢？因为我第一，这个我实在很难想象灾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是蒋万安可以控制的呢？就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然后冲击到你的，比如说路，或是冲击到你的路树，或冲击到你的电线杆，到时候会不会出现什么东西需要紧急调度的？你怎么会知道？所以呢，你现在就要求各区公所这个要区长们不要紧急调度，这句话会不会讲得很奇怪？第二个，这个是台北市各级灾害应变中心的作业要点哦，也就是你设置这个灾害应变中心的存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来，你看它要点里面写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任务里面第一个就告诉你说，它要处理的就是灾害应变措施；第二个，它就告诉你，它就是要及时传递灾情，通报机关应变处理，然后再来，它第4项的部分就告诉你，它要做的就是紧急救灾人力跟物资的调度资源事项。那如果灾害应变中心的存在就是为了要紧急调度的话，那蒋万安现在再去要各区公所的区长说，你们现在都算完账了哦，如果是算完的话，到时候都不要有出现紧急调度的状况，那你这个灾害应变中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你们就不需要存在了吗？所以蒋万安讲这个话呢，让我觉得他大概是从政治层面认为他需要讲这个话出来了，但讲这个话呢，跟实际在救灾是不一样的，因为真的要救灾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些区长啦，真的要救灾的时候，是你那个要找得到人的公务局长，不要忘了，游淑慧一直在疾呼那个螺丝不见了，讲的是公务局长啦。然后我们在那一天在讲那个田径赛要停办不要让他继续办下去，要找的是教育局的局长，所以蒋万安应该是把你这些局处长找来，好好的把该做的事情分配一遍，而不是去对这些区公所喊话。这个喊话比较像是政治上的目的啦。OK， 说他在监督的整个过程，蒋万安那一段话讲的那些，是因为625的整个淹水淹成这个样子，所以要让他知道他是很有魄力的嘛。是啊，我觉得他只是展现他自己好像我真的会督军的感觉，可是事实上他督错军了。刚刚其实金王讲得很好，其实区公所第一线的区公所的这些基层人员才是最辛苦，他要么就是第一个时间给人给钱。就是这样子比较重要，因为我人力不够的话，我资源不够的时候，我怎么去调度机具？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很多的事情在紧急危急的时候，你要的是调度你的政务官，然后要用很强烈的方式去给资源、给人、给钱，这个才是真的处理方式。但是你看我们把它摆在天平上，所以也是这样子。刚刚讲到说。亲王说，很多企业主的那个群组，因为放成那个样子，大家都已经抱怨到翻了。但一个好，我们就讲完那个政治的考量。第一个，100多天以后要投市长票，未来可能还要竞逐大位的这些，你企业主有多少人？是啊，企业主下面因为放假而因此会感激我开心，然后说我帅的，那大概是企业主的100倍、10000倍、1000倍、10000倍吧。你以选票考量，这很容易嘛。第二个，你看625被骂成那个样子，但是只要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你不要给我紧急调度哦。虽然大家都讲这个确实不太合理，就是那我真的发生状况，我不可能不调度嘛。对，我就坐着看水淹起来吗？虽然我前面有做防范，但是你说雨一下，或是哪边出现，因为水含量那个土里面含水多少，不是我现在眼睛就看得出来的嘛。当它真的最好，大家都希望没有任何一些灾害，但是万一有哪个地方真的有崩了一些土。我要不要紧急调度？我还是要。那因为你讲完以后，我就坐在那，不行，大家不要紧急调度。现在就给我土法炼钢，你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光只要帅那一波讲完以后，
下面就一定就很乱，你看是不是？这它就会出现这个政治效应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叫做是贴心的市长嘛。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市民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好，你今天我放假没关系，但是我不能在家里等啊。那你的防灾有没有做好？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好，所以那个土壤的含量，还有那个边坡的警戒，这个都是可以侦测的。那你这个侦测值你有没有做？你有没有处理？像我们当时呢，认为说那个食鱼样133毫米的食鱼样，我们现在只要是不淹水，不积，就是那个垃圾清掉不会淤积的话，事实上我们133毫米样其实都可以泄水掉了，都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这个积水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处理？不是说你拿一个说，那个长了一个三叔的事件上面留下来，对，不要去讲三叔是从哪里留下来，然后就没事。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你这个水沟为什么5个月都没有清过啊？不要去讲三叔是从哪里留下来，然后就没事。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你这个水沟为什么5个月都没有清过啊？那你有没有在加强这个清淤的部分？等一下我补充一下，那个三叔还蛮奇特的哈，就是说，那个英伟说那是从上面冲下来的，对啊。可是你知道后来网友去查的时候说，这几个找到的三叔的点都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也就是你那个那个地方要出现三叔的话，你是要水是由下面往上冲的。但水势是往下的，鱼儿都可以逆流了。可以。对，三叔逆流。大家在解释的时候，有讲到说关于这个跟他们的那个国民党有关的这个鱼儿逆水那个往上游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那个三叔由下面被水往上冲上去，冲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了。所以呢，因为说那是由上面冲下来的，可是几个网友去看，它都是在长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是冲下来，比较像是由下面冲上去。但下面水要怎么冲得上去，这就是大家心里的问号了。不过现在看起来都好。不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像你们讲的，只会讨好或是迎合老百姓的心情啊，是不是？科学、理性、务实。那总是有政治人物不是这样想，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展在这时候要提醒蒋万安这件事。因为上次柯 P 逆向操作过一次啊，是获得掌声的啊。不放假。其实这个没什么好争的，因为那么讲那个对蒋万安刷一波，这个市长好帅，这些这是真实的。现在。你要问的下一句话是：那这个掌声维持多久？它其实是很短暂。他因为一个事件，我们就这样讲好了。625，蒋万安有没有被骂爆？骂爆了。但是今天只要放了台风假，有没有帅爆？不是，有放台风假会帅爆。可是如果有第3次的话，就不帅了。陈志涵酸爆了。那陈志涵心里酸爆了吧？其实因为。他只是因为柯文哲的关系，那你不要去管柯文哲，因为柯文哲没有选举，要选举是蒋万安，怎么讲，在选举年，因为它是选举年才有的现象，你也不用去笑蒋万安，因为各党都有可能，那放错了有没有什么损失？没有啊，没有啊，放错台风假的政治成本很低，那但是你是说没有成本吗？当然不是，放错一次，包括公安企业界都还可以忍耐。但是你如果，只是永远的台北市市长无所谓。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挑战更高的位置，总统大位的时候，那你如果在台北市市长常常放错假，那影响就不一样。我这么讲哈，因为在台北市放假影响就是202万人，就你不会出台北市这个圈子。新北市的人受到你的影响，再怎么不满意，他没有投票权。因为你选叫台北市市长。可是有一天，如果要选人叫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你过往的决策会被翻过来看。那我刚才讲说，如果是只有一次，没有任何影响，哪怕放错了都没有影响。但是如果类似的事情有好几次，它会被放大。你要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它所产生的效应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在看蒋万安这一次，他有心理压力了。因为上次内湖的事情真的有心理压力。你知道内湖是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人口第3多的，只有大安区士林比它多，这边有20万的公民有效票。你如果再来一次，内湖其实还蛮蓝的哦。如果你再来一次会怎么样？现阶段蒋万安当然是有优势嘛。所以你看到蒋万安心理压力，包括区公所那个都他。你可以看到他情绪无形中就释放出去了。
那有压力是好事，有压力你才会紧张，才会绷紧神经，才会把螺丝拴紧，你才不会像游淑慧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我不会怀疑游淑慧不忠党爱国。那一次的4亿元港湖区的事情几乎全部都讲话，所以你要所以有这个反应是好的，那就希望一切平平安安。但是你在看对这个卢秀燕来讲，你同样可以去看，他要面对的是不一样，他要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台中市，他现在所有做的，其实包括跟 AIT 合办活动那些，他现在所有做的一切事情是做给全台湾的人看，做给全台湾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傍晚6点，公务员早就下班了啦，公务员不是6点下班，好不好？我现在很久没有跑公安机关了，但我想5点半应该也下班了，那本来就是上下班时间。但是他会考量什么？台中的风雨状况、水量各方面，这个时候就是理性务实科学了嘛。因为他要做的不是给台中市的人看，他是要做给全台湾人看。那全台湾人当然包括企业界。以前每一次为了台风假，我记得那个工商协进会嘛，工商协进会应该够懒了吧？每一次都讲放一次台风损失多少，是300还是多少亿？就企业界在算的时候，他包括把股市，包括把加班费什么全部算进去。那所以卢秀燕的做法为什么跟蒋万一样？因为2个人要面对的选举时间是不一样的，没那么复杂。如果今天换成民进党的时候，他也一样面对考验，所以才会有那个赖清德那次放半天嘛，被骂嘛。好，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短期效应。放不放假，这都是短期效应。你在选总统这个位置的时候，会看的是他担任公职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那因为蒋万安要选的不一样，就是台北市市长，当然重要，所以他要先过眼前这关。他这一次某一个角度来讲，算是补考。OK， 蒋万安现在这次的做法，对于相较于625，算不算某种程度的用矫枉过正来做这样的一个？因为上一次那蒋穗这次要用更料敌从宽的方式，那避免民众受到任何一点伤害。好，那未来的政治效应大家会慢慢往下看，但有很多时候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政治人物来讲的话，那处理除了眼下看到所有的政治效应以外，在未来的政治效应是不是也应该纳进来？譬如说，对万美玲委员来讲的话，那这一次因为他的儿子所发生这样一些事情，那万美玲委员在前2天那直接亲上火线去接受媒体的访问，但这些访问大家都在讲说，第一个，这次发生事情，毕竟是四广阳，不是万美玲委员本身。可是当他跳出来以后，到底是灭了火还是提油救了火？然后接下来呢，这一仗是在2026四广阳选举，但2028对万美玲委员来讲的话，那到内仗的立委选战的时候，会不会这些效应会往下递延？到底是灭了火还是提油救了火？然后接下来呢，这一仗是在2026四广阳选举，但2028对万美玲委员来讲的话，那到内仗的立委选战的时候，会不会这些效应会往下递延？甚或到了2030的时候，对万美玲委员来讲的话，因为在桃园市各个选区，他的立委得票数那一直是名列前茅，所以本来也在2030的进度甚或应该更早，在2022内仗的时候。其实万美玲他们也有表达要参选桃园市长，那当然后来是张善政，所以这一系列的是它不是单独一件事，而是一路往下延烧。现在看起来，上公这件事情中间有几个点，当事情爆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醒目的点是四广阳自己拍了影片鞠躬道歉，然后接下来鞠躬道歉了以后，那后来再来，那就是在前2天，那万美玲委员亲上火线接受媒体访问，然后对，不是各位你们大家对了，我相信浅秋也不知道你怎么会进来的时候要跟我讲说那个退选不要问，我以为你都知道，我想浅秋一定觉得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要到现场了，那你为什么这时候还要问我这个？就后来直播嘛，那就一定出去了。所以所有这些上公到底是灭了火救了火，那未来它还会发生什么一些效应？第一个看来并没有灭火的效应。当然，
施广阳7月6号啊，这边你看声量图，你看声量图。7月6号的时候，他一道歉，之前一直在讨论，其实4、5月就已经在出来了，然后因为其他新闻根本没什么啦，一直到6月开始大讨论的时候，他道歉，结果道歉以后声量往上拉，反而被大家关注，一直被大家关注。你看7月7号直播量的时候高达25，然后你要发现。影片呐，影片哈，我们都知道，大概在选举的时候，蓝绿都会剪影片出来哈，对同一个事件。那蓝营对这个事件其实比较淡处理，好，包括党中央都冷处理，因为没办法，党中央的党主席跟这个万大立委交情很好，哈，所以啊，我真的啊，对，他们很好啊。哦，我有讲错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笑？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啊。好，那当我没讲。然后你看都没有什么讨论，也没有什么在剪，对，反而是绿营剪的最多。绿营要扩散它的宣传嘛，宣扬效果嘛，好。所以你看到说它的平均的话，它的看的人次已经都超过30几万了，那个影片可以超过30几万在看，等于说它的扩散效益一直在扩散嘛。你说你解决了什么？我不懂它解决了什么。上电视的时候，光是前面那一个，那个退选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问？好，经典嘛。然后你看王简中，他们有说要问，他说已经直播了，对，他有提醒他现在在直播，他们说要问，就简单回应一下，对嘛？啊，他们当然是指节目部里面要问的嘛，确定吗？而且我相信是节目部啦。我们在讲，我们因为这是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人才知道的事情啊。对啊，那就很奇怪一件事嘛。好，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能问？因为你问了我尴尬嘛。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尴尬的嘛。对啊，这个就是他可能没有要退选，你这公然问我怎么答？我是来帮我儿子辩解的啊。然后坦白说一下，道歉而不退选。就是因为认为会当选嘛，如果这个事件发酵，可能选不上，那选不上丢脸，那就不要退选了嘛。问题是他们认定选得上嘛，才不会对嘛。然后你说万美玲解释了什么？我儿子因为怎么样45.1那个 BNP 那个当兵不当兵的事情，当兵的问题，因为体重过重嘛，不是身体健康的问题，是站在嘛。结果大家在想，不对啊，他7月6号出来道歉的时候不是很瘦吗？对，我今天在上一副过来的时候，我们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对啊，他不是很瘦吗？是不是当我拿到那个如果不用当兵，是不是应该会有个证明嘛？对啊，免疫证明啊。就拿到那样之后，我就从110公斤掉到现在这个体重。他有说120公斤，然后努力减到110公斤就下不去了。然后你把他道歉的那个项目，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可是他道歉那个到底多重？我们只能看他的身形，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现在多重。如果一推估说他妈妈172，他比他妈妈高一点，你认为那个身形会有？然后于北辰将军说他有比他高对。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大家就会问一句话：你不是说你儿子很想当兵，觉得当兵很酷，减到110公斤，然后降不下去，不用当兵的时候，怎么就从110公斤降下去？现在看起来，而且他有一张同学的那张照片，有没有？就是他们不是秀吗？那张那个时候看起来也不是胖，好不好？我不敢用瘦这个字，但是因为他妈妈不是秀了，外面你不是秀了那张照片吗？那个不是。那个不会是100公斤以上的样子吧？身体比重高，这个他骨头比较重，我觉得这个都不用管他了，因为带出新，他带出新话题。大家没有在乎他当不当兵这件事，然后本来没有讨论到这件事，但是新话题出来了。有些人讲，对，但是没有正式讨论。我们多人觉得不用讨论，我觉得不用讨论这个啦。120公斤跟他道歉的相片一对比，为什么他要选议员，身体就可以瘦得下来，要当兵瘦不下来？而且五哥，他们那个时候当兵，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应该是马英九时代的那个4个月的。对，
他应该不是现在是1年哦，现在是1年嘛，那个时候是当初应该是4个月哦。他27岁嘛，他现在再去也是4个月。对，那个时候是4个月的，永远是4个月，所以他就是4个月。他因为他现在还没除役嘛，对，他照年纪，他可以当完兵再来选议员，是啊，才来因为还有5个月的时间。当完兵再选议，所以你说真的有解决任何问题吗？并没有并没有而且今天讲一句白一点话，释广阳道歉完了以后，拍个影片道歉完了以后，我们有再看过释广阳的任何的影像吗？没有，对不对？对，那我们都看到谁的影像？妈妈万美玲进出立法院，摆个臭脸不回答，怎么样？那你就是告诉我，你对这个问题，你根本有没有去认真面对？你是摆臭脸你根本没有认真面对嘛。而且上口释广阳不可能不出现，因为接下来到选举前，你就算今天不出现，明天不出现，你势必要去跑一些那个选举场这些啊，那一定就会被问到啊，那就是先拖着嘛。OK， 我一定要拖着，用时间去等其他新闻把它给盖过去。对吗？其实6月份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好，就变成这算他倒霉，都没有什么新闻。你放心啊，巴威会救了释广阳。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好，就变成这算他倒霉，都没有什么新闻。你放心啊，巴威会救了释广阳。然后释广阳嘛，然后你看那个释广阳的比例下降，就因为致癌油上来了嘛。那今天你看大家关注的全国人民管你释广阳，我先管台风，我有没有放假，我要不要去大卖场买东西补货？专家说要准备3天，怎么样？就巴威台风嘛。如果巴威台风好，所幸希望台湾都没有什么灾情的话，那释广阳的问题有可能回来。不会吧？好。不是台风假在家没事的时候追剧继续看网络上的发展如果不幸有些重大灾情，其实焦点又会在灾情上面了嘛。当然，好，那就是用时间拖看看嘛。用时间拖看看嘛。其实你说到11月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要讨论释广阳的问题？不会那其实他去当兵就好了，对不对？这不是当兵嘛？他已经免疫了，对，他已经拿到那个不用当兵的体位了嘛，已经确认嘛，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他的效益就是跟你拖嘛，但是一件事大家都认为释广阳还是会当选，他妈妈的实力嘛，他妈妈的实力嘛，那如果他当选，他在当议员。然后到了2028，他妈妈选立委的时候，释广阳要扮演什么角色？变成释广阳要扮演什么角色？那释广阳会不会站到他妈妈帮他助选？如果他当选，理论上应该会吧？一定会。对那大家就会记忆犹深嘛。好，就好像大家都在讨论巴威，就偏偏有人讲三叔。就让大家想到625大淹水，对吧？你不是三叔不是提醒我们625大淹水没处理好吗？因为三叔这题本来早就已经过了，早就翻页了嘛。然后大家想的是应变中心蒋万安讲话，然后要求大家怎么样啦，讲了什么是吧？还有人说三叔又回来了，对，而且在水沟里面会转弯，对，大家都在想，三叔。对上一次淹水的事等到汪美玲选立委，儿子在那边，对霸凌的事，霸凌的事，拿他没办法。你看儿子霸凌还是选得上议员，那妈妈这一次纵容我说了的，从幼稚园到国小、国中、高中，甚至于连大学都有指控的话，我们想一下，家庭教育算成功吗？大家又把他拉回来，就好像大家在看巴威，好，然后这边是万美玲选举，三叔又把
拉到625市政府那个大淹水，大家又想到，刚才又讲到东湖杯啦，小学生跑步啦，然后发18个红包又发错，松山行政中心又要去追回啦，然后什么？你这时候提3书干嘛？那释广阳。等到万美玲选举的时候，它就具有3书的效果。如果这样，小平是对你们来讲，算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因为整个一路这样烧，对整体国民党，虽然你说他是在桃园，就是一个4广阳要一个选市议员的人，但毕竟万美玲是桃园非常重要的立委。对，那对你们来讲，尤其这次过程又发生了一些，就是大家讲提油救火，就是同党之间要帮忙是一回事，但这个帮忙用字遣词跟形容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用一些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什么谁没签过6合彩啦，谁没有偷过东西啦，谁没有什么，就这些东西出来不会有帮助啊。刚刚谈的是台风政治学，主角是蒋万，现在是媒体政治学。大家任何政治人物啊，小到4广阳选市议员，大到赖清德要市政，台湾的媒体发达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抗媒体，必败。我简单讲，你不要想说你只有因势利导，你选择的大禹疏导会成功，你选择他爸滚堆高那个堤防还是淹过头，对不对？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概就这个概念。你现在是在谈625的事吗？不是，我再回来，我来讲，我想该怎么，因为题目给我的题目是如何你觉得万美玲他们现在是在往上堆那个堤防而已吗？对，是好。那4广阳啊，会不会退选？目前看起来不会。会不会当选？会。我赞同上公讲，一定会当选，因为万美玲基层实力很雄厚，只是我觉得划不来。我是心疼万美玲，我不是心疼4广阳。不选就不选了嘛，当个议员很了不起嘛。但古有北乔峰南木龙，今有北美林南明者鲁明者，他是唯二可以选桃园市长的，对啊，因为他儿子搞掉了。可不可惜啊？我觉得非常可惜啊！万美玲，我刚才就点头。你把吕玉玲放在什么地步？你们这两个上一次这两个也要选，这两个民调比较强，这两个一南一北。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要是到了2030的时候，万美玲本来有机会进驻桃园市长大位，很有机会，好不好？然后只要4广阳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定又会被拉出来，那可能就没了。我跟你讲，这个划不来，因为这个时候哈，人在逆境的时候哈。我就劝那个万委员呐，历经的时候哈，忍耐等待才是上策。这时候说任何话都是正中媒体跟你敌手的那个毒招。我觉得啦，我认为啦，这个选举啊，他的儿子就为了顾及万美玲的市长要怎么样？我觉得儿子就不要选了。你觉得他退的话，对万美玲比较好。但爱子心切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亲情，我只能从。旁观者谈万美玲的前途跟整个他对桃园的贡献，不要因小而失大了。OK。可是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因为中间牵涉到一些你看到4广阳再出来道歉的时候，那他表示他很有诚意的道歉，对大家的感受，然后甚或最后就讲说，当然那个包括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写的就是他承认哪几个那时候没感觉到人家的感受，那他尊重，然后也感觉到道歉，但是有一些他就告诉你没有的。然后他就什么鸡排啦，什么那个什么警卫啦，什么这些，他说没有或者什么，然后到最后是万美玲委员在受访的时候就直接讲，他们也受伤了，所以那包括支持者、甚或律师都已经在做一些准备的创下这些词出来，那是会让有一些人听了更不爽，还是他会让有一些人人家都已经说。没有的，不要再造谣，我要什么采取法律行动的味道。可是相对来讲，因为毕竟那个斋那件事，就是取外号的那件事，现在已经搞到就是斋发一个就是不自杀声明啊，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其实基本上危机处理有很多层次，有很多模式。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做的是一个方式，但是拖了很久之后，你再出来的时候，那样的一次危机处理里面要很讲究，就是我先前已经把。所有危机理得很清楚，出来之后一锤定音，不要开新的战场。然后万美玲这一场呢就很糟糕，他就开了太多新的战场，
首先这个兵役的问题，当然是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特权啊？因为先前的时候什么，他是说绝对没有透过什么特殊的管道，因为太胖。但是你就不用再讲说他很羡慕他哥哥当兵啊，那人家就讲，那你羡慕就可以再去啊。那义务役是36岁，志愿役是32岁啊。然后呢，如果再去减的话怎么样？因为 BMI 45，对不对？他如果那个身高如果是166公分的，你也要122公斤。如果就马上有人算啦。然后如果是170公分高的，你要130公斤。然后一路累推，所以到了如果180公分，你要145.8公斤。哇！如果照这个算，那你现在就被人家质疑了嘛？那你再高，你这110，你是只有160公分吗？不会啊。所以就变成产生一个新的被人家讨论的话题。但是里面真正的在伤的是什么？又想要摘啊什么的那个，然后说跟他有沟通，那个父母什么？对，不是要跟他爸妈沟通吗？沟通啊！你讲这个，让人家现在觉得你是权势逼人。你这个时候再去讲的时候，人家会有什么样新的想法？然后他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受伤了。其实人家关切是从3月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谈这件事了，只是压到最后，最近又重新爆出来，是那些人心里有伤痕的人，他们早就受伤了。他们受伤10几20年了。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道歉，你就不要讲我们受伤了，因为人家听了以后是更斗短，然后再过来是讲了一个司法解决，律师准备好了那个东西，所以说整个的话其实是现在的主角已经不是释广阳了，而是万美玲你这么一个权势逼人的大立委，因为很多人会这样讲法，那你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情况整个下去，然后什么不要退选或什么都变成是小事，而是万美玲现在已经自己把她正挤到风尖浪口上了。OK， 说好。我刚刚提到的之前被他霸凌的那个女同学，她还发了不自杀声明，不自杀声明这很严重我觉得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哪里不知道。因为只有他自己清楚，然后只有他们家人清楚，所以他会发布自杀声明，表示说这件事情已经弄到他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有出来提到那个过程嘛，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被害者他们其实永远心里的痛就是在霸凌那段时间，加害者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啊，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一个霸凌。他这样的霸凌，其实事实上就是为自己解套，但是没有人会去认同。如果当时大家认为说，他没有想那么多，他不是故意的，那这件事情早就没有了。可是事实上不是嘛？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在烧？那你今天又提到说要提告或者干嘛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会让民众觉得说，你看现在开始又要开始恐吓大家了，你不能怎样。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如果真的没这回事的话，你第一个时间就可以这样讲。可是事实上，这事情不是只有一件单纯的事情，他曾经还有霸凌那个。就是身心障碍的同学，还把他压在地上。那对于弱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霸凌，对于女性同学的这样的一个霸凌，事实上都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单纯一个个案，而是它长久下来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才会被大家质疑嘛。再加上还有很多一些迁赌的问题嘛，类似这个事情就不断的一个出现，所以我认为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单纯。那我认为说这件事情，万美玲如果还继续这样子袒护她的儿子的话，事实上对她儿子来讲更不好。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我再继续袒护我的儿子的话，大家会认为说，我又不是在选你。是在选你儿子那你儿子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有办法帮人民解决问题？还有个问题，他们自家人他有个议员叫做陈伟杰，议员说，那让他来当议员来弥补他当时这样子霸凌人家的一个状况，你觉得他会接受吗？所以你们当议员是要弥补什么？对你自己就没有办法。我觉得公务人员、公职人员就是帮民众解决问题，可是你现在说好，我来弥补当时我做了那么多坏事情，你觉得桃园市民会接受吗？你真的把桃园市民当作傻子吗？我不认为。所以我虽然是万美玲要很努力帮他，但是我认为他这样继续帮下去，只是让他和他的孩子在社会上更无法面对社会大众。甚至他在继续选举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社会在地方跑行程的时候，可能会很多人喷他口水或者是骂他说你就是一个霸凌仔怎么样，这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要保护他自己儿子的情况下，就让他退选了。
说你就是一个霸凌仔啊，怎么样，这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要保护他自己儿子的情况下，就让他退选了。真的不要再选，选下去的话，对他儿子真的是又是另外一个伤害。可是这件事情不单只是在桃园，千网有人把这件事情跟对，因为在高雄，高雄那时候是赖若龙委员，当然他的小孩8岁的小孩，中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的事儿。对这件事情，有人在讨论的时候会把两边拿出来。去好，包括大家当时面对镜头，或是在面对所有的选民的态度，包括说都会拿来做这样一些比较，连柯志恩都会被大家拿来问说，那柯志恩当时有没有讲过什么话？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桃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事情了。当然不是啊，他因为好这样讲。整个霸凌的事情对台湾来讲啦，关心的人有几种人啊？第一个，年轻人很关心，尤其年轻人经历过在校园里面出来之后呢，对于那种看过的霸凌或自己经历过的霸凌，看到这种霸凌事件的时候都很关心。所以你看在脆上面，为什么那一篇就3月29号发出来的脆的文呢，有超过600多万、620万、640万以上这么高的浏览次数。因为对脆上面的年轻人来讲那些都是他们经历过跟看过的事情嘛，所以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共感嘛，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你想想看，如果是有子女的父母啦，看到霸凌事件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心里看到相关事件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对霸凌事件关注度很高。所以这边这个一个一个讲就是在高雄的部分呢，等于说之前赖瑞荣的部分呢，国民党也是打很凶嘛。然后说这个赖瑞荣的这个8岁的小孩在校园里面霸凌，那这个事情呢，表示说这赖瑞荣这个小儿子没有管好。那这件事情呢，国民党一直高举着霸凌零容忍嘛，那所以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回忆标嘛。就同样的这个4广阳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因为他妈妈叫做万美玲嘛，那所以而且整个事件铺陈的呢，细节、故事、时间都比赖瑞荣的事情来得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讲说，如果你是用那样的标准去检视赖瑞荣的话，那柯志恩你作为教育专家然后作为一个教育心理学的专家，那你要不要对4广阳跟万美玲的事情出来讲讲话嘛？所以大家会问柯志恩呢？这个你在高雄市面对你的对手赖瑞荣的时候，你认为他们家应该要把事情讲清楚，而赖瑞荣至少得到人家对方的这个原谅了，那他也有出来道歉了，那他有个记者会公开面对媒体，让媒体好好的去问了。那请问柯志恩，你有没有认为4广阳跟万美玲应该也要比照办理嘛？出来开个记者会，至少让媒体把事情把它问到饱嘛？这至少人家会觉得你有诚意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柯志恩呢，这个在里面就会遇到一个当初检视赖瑞荣的时候这个国民党当时的回旋镖啦，那更不用说网络上有许多的人一直把国民党那一波里面有许多人包括林涛啦、徐小新讲的那个攻击赖瑞荣的话，统统都拿出来起底嘛。那反正都是讲霸凌的事件嘛。好，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第二个我这样说，这一次的4广阳事件的霸凌的本质，大家看似好像是霸凌的案子，其实大家后面在看的是什么？后面在看的是有没有跟万美玲权势的部分有关系的啦，因为那个才是大家在意的嘛。因为人家会认为你在学校里面的这些霸凌的行为这么的肆无忌惮，这么的嚣张，几乎一大段过程里面，至少那个幼稚园涂人家白胶，你承认了吧？这个是4广阳自己承认的嘛。然后叫人家阿拜这件事情，你也是承认的嘛。然后呢，这个迁赌这件事情，你也是自己承认的嘛。所以几件事情你知道这里面牵扯到多少事情？这个。万美玲上广播上面告诉大家说，他儿子不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你知道这句话一讲完了之后，大家马上第一个反应是，迁赌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在台湾，他可以跟为非作歹的标签把它给撕开来呢？迁赌这件事情不算是为非作歹吗？然后万美玲说他儿子不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但他也承认他儿子有做迁赌的事情。那你不觉得在这里面有一点在扭曲大家价值观的味道在里面的？这是一个然后再来。这整个霸凌的事件，为什么说？你看他光是他承认的部分就已经很多了，然后我又说这件事情跟万美玲本身有关，里面那一篇我们讲的有620几万以上的留言的那篇原始3月29号的那篇贴文里面有许多的留言指涉到的是万美玲呢，里面讲的比如说像这个连在学校偷抽烟被抓都要妈妈打去教官室的人是要选。这像这个话，可是这个就是他们讲说没有的事，他说没有的事，他不要在他头上。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一大段的内容里面有许多啦，提到跟万美玲有关的部分啦，包括什么他恶意的部分，他有没有去关心呐？然后包括说他在学校跟人家起冲突被打了，有没有影响到人家篮球队被解散呐？因为里面那几段如果属实的话，都可以拍成好几部的韩剧。可是他们都说没有，他直接
直接斩钉截铁跟你说没有。他说他没有用特权，可是万美玲在那个广播里面针对很多事件的细节并没有讲进去哦，他是没有讲进去的哦，也就是他没有像那个释广阳一样用条列式的发出来，一段段的告诉大家，就是万美玲是比较泛式的告诉大家说，他绝对没有用特权，绝对没有去做施压，但是他没有针对这个你儿子在学校有没有偷抽烟被抓？你有没有打电话到教官室去？他没有针对这些一个个去做回应。而这相关的留言下面8000多则里面有，当然大部分针对释广阳的，可是也有许多条讲的是万美玲的。这个留言有8000多则，8000则以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我那时候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下面有很多呢。我说打不过就是这个原因的。对，下一句话，我们这里的人谁有办法写？释广阳，因为你根本写不出来。我如果要写上一夫，那多了，大概8万则，对，8万则没有那么夸张，少一个零，好不好？8万则可以写。然后，但是第3点我要讲整件事情火烧到现在有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停下来？好，当然刚刚前面不是有提到说有台风啊，台风至少这个转移焦点可以把它给停下来吧？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有趣在这里啦，就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子就是最原始那篇3月29号贴文620万浏览次以上那一篇现在不见了，然后那篇不见了呢，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从昨天到今天这个昨天是这个万美玲上广播节目嘛，对不对？万美玲上广播节目，万美玲在广播节目上面讲了好几件事情，这个看起来她有很大一段重点都是针对那个斋啦，那个他儿子说他是阿拜的那个同学，阿丑的那个同学啦。结果你知道这一段话里面呢，这个万美玲提到说，这个他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啊。那然后呢，这个有一段就这个我们看他不是有一段说，这个斋讲说我都27岁了，然后这释广阳都28岁了，那你有什么事不能找我，要找我爸妈？他不是讲了这一段吗？那结果下面看起来呢，这个万美玲要找他的爸妈这件事，感觉起来看起来很逼真啊。然后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斋发的脆上面呢，他解释他呛了几句话。第一个，万美玲讲说，哎呀，他因为他这个儿子啦，就是释广阳讲他阿补一这个讲他阿拜这件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有同学叫他阿补一啦，所以呢，他孩子们没有想太多。然后斋特别在强调说，他根本从头到尾没有叫他阿补一然后重点是。万美玲说，他学校没有收到投诉，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知道，他一定会出来处理。斋是直接呛下说，我爸妈有跟你谈过这件事情，表示说这个霸凌的事情他是有跟他谈过的。然后万美玲当时不是还秀出说这个斋跟释广阳两个的合照吗？对啊。然后他在里面呢，这个斋还讲说，毕业典礼是被叫去合照的，他其实非常的不高兴去做这个合照。然后关键来了他里面昨天到今天哇，这个几乎跟看连续剧是一样的。他在讲说他的妈妈呢，就等于告诉他去删文啦，然后说他们家面对那个家庭，他们家没有能力管啦，说斋的家庭没有能力去管那个释广阳他们的家庭啦。然后结果来了，这个斋就抛出了这一段他跟他妈妈的对话。他妈妈这个看起来像棕榈树，这个他帮他妈妈的那个名字遮起来了，说这个删除啦。那他斋就问他是哪个要删除啊？他就说你先叫 po 的人删除啦，叫 po 的人说这是误会一场，把那个原始的文字删除啦。然后这一篇他贴出来了之后，大家又看到原始3月29号那一篇文章，现在在脆上面找不到。那我请问你啦，整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的证据指控说一定是万美玲叫他妈妈然后转达他女儿把他原始那一篇删掉。但是事情演到这边像不像连续剧？那一篇就不见了嘛。那所以大家现在在看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跟看追剧是一样的嘛。所以这就是我爱讲的啊。这3天大家放假放台风假啊，可是放台风假没事做啊，放台风假要么这边逛那边逛啊，晚上睡不着在家里干嘛？滑着脆带滑的时候，这一段很有戏剧张力啊。然后这一段是进行式啊，斋也还在发文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跟释广阳有关事件的，因为盖了一篇新的楼，那篇新的楼也还在堆盖当中啊。所以那你想，这个楼如果没有停下来的话，你觉得这个连续剧是不是再继续发展下去？连续剧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大家台风天的时候光追剧就追饱了。那个台风过后，刚好这个戏剧的新的内容刚好再拿出来秀一次，所以这个火真的能停吗？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呢，现在是看起来全党挺一人，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国民党要的啦？不过现在看起来，东好。它真的会是好了，台湾政治某种程度是这样，当大家各自站队的时候，第一个，就算同一队里面出了什么事，我要不就不讲话，要不就是我好歹多多少少助一下拳嘛，有很多会这样。当万美玲委员他也直接讲说，很多支持者，然后律师也有准备，或是支持者也觉得他们也受伤了这些，
然后你再看到有一些不管是要选里长的，要什么讲那些，他就是真的已经变成，所以会有很多蓝营的人会不会就讲说哦，你看那些骂四广阳的或什么，一定都是民进党的侧翼啦，或者什么这些啊，就是要搞臭万美玲，要搞垮四广阳，就是这样啊。昨天看他上广播的时候，你注意看我是镜头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有那种感受是觉得万美玲的下巴抬得有点高。万美玲的下巴抬得有点高。真的吗？对啊，我就觉得他的下巴有点高啊。然后我有另外一张截图的。那你为什么就会觉得下巴抬得有点高？表示的意思是他自我武装非常强啊。然后他觉得他受委屈啊。他受伤了。所以霸凌别人的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霸凌者的妈妈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这个要跟这个讲给社会谁听啊？当然。影不影响他儿子当选与否不一定，因为他需要的选票没那么多。万美玲他儿子这些事情是我们哪一个人掰得出来的？包括到去年大罢免的时候，万美玲去跟桃园的副议长他们讲说，拜托人家支持他反罢免，说他儿子不会出来，这种话我们掰得出来吗？因为我们不敢掰这种事情吧？要有人讲啊。谁敢讲万美玲去为了吹反罢免的票，当时去跟人家讲说，我儿子不会出来，要万美玲他儿子退选的人是我吗？从头到尾没有去管这个事情啊。我只在想说，一个小孩子怎么会从小时候到大，怎么有办法搞成这个样子？他没有杀人放火，他是没有杀人放火。可是一路怎么那么多事情？是家庭教育还是什么？严格，尤其是那个当兵的事情，妈妈自己上电视去讲，听不懂嘛？要当兵的时候降到体重到110就降不下来了，不用当兵的时候，现在那应该是瘦的吧？因为万美玲很喜欢 po 他跟他小儿子的照片呢。你们讲什么话？那谁要扛？万美玲他们讲的话谁要扛？谁要分担他这些责任？最后就算国民党头上啊，因为国民党没有能力约束他自己的公职人员啊。你把万美玲这个角色，如果今天换成是民进党，会怎么样？在面对社会压力的时候，民进党没有不表示，你觉得民进党中央会出手？一定被逼的要出手，一定会出手，因为你不能放任他一直烧嘛。他是你的从政党员嘛，而且今天万美玲还是个立法委员。国民党所有人不讲话，可是真正麻烦就是在不讲话的同时，不断有万美玲跟他自己过去的同事桃园市议会的事情出来，谁在放话？谁希望看到万美玲的儿子不要选？圈内人嘛。所以我跟上一部在聊那个所谓的讲要不要退选那个他们这个王远秋讲了他们真的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吗？还是这个他们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我的想法就跟上一部不大一样，因为这比我复杂多了。因为政治剧政治剧之所以好看，不管是蓝绿白，就是因为在于它有人性中很复杂的那一面，才会好看嘛。所以万美玲这个事情继续烧啊，我不晓得8位救不了他们，但是从上电视上电台那一幕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情：是管杨辉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万美玲要负最大的责任。就是一个妈宝，28岁的人没办法独立面对，还要选公职还要选公职他今天可以是选桃园市议员，过几年他会不会就出来选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没有都好，我们这样算了。如果
照一般家族政治接班来看，然后现在培养你要选议员，然后如果就是要接棒，对嘛，就接棒了。万委员如果要是在2030有机会到，不管他选不选市长，对，如果他那个立委的有可能，我直接这么讲，桃园另外一个也是政治家族的，就是培养儿子要接棒啊，接他的立委啊，所以黄健平就没有机会啦，就很清楚啊。那人家那个小孩子是连看到民进党的市议员都嘴巴都很甜，就你怎么教这个小孩子？至少你在对外的时候，你总要谦虚一点吧。谦虚这2个字很难吗？怎么样说？对，我就觉得我刚刚先更正一下，我刚刚提到说是身心障碍，他其实不是，是一位亚斯伯格症的同学，然后从椅子上把他推倒下来，然后他居然去解释说是因为年少不成熟。当时是这样说法，可是呢，我现在刚刚提到的，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成年人了，要不要退选这件事情，他真的要自己出来面对。那我觉得呢，现在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他一直躲在他妈妈后面，这个才是会让大家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有没有办法去让所有全桃园的人或者他选区的人去认同他会不会做事？那我还是要提一点，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我们民进党一定是第一个一定会要求他退选因为只要是霸凌，而且这些事情不是只是单纯一个事件已经在网络上这么多的事件不断的一直出现，而且他也没有否认这些事情没有。好，那这些事情也一直出现，而且人家还是提了一个不自杀的声明，这样的一个不自杀的声明都写出来的话，我觉得党也要管吧。你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烧到整个桃园市的选情吧？我觉得他不要小看说这个桃园市的这个民众，而且桃园很多的年轻人是移过去那边居住的，所以他们新移过去居住的人口非常非常多。好，外美林这一区可能议员他的儿子还是继续选上，可是其他的市议员呢？那市长呢？市长的票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减少呢？你们为什么党里面会推出这样的人呢？你们都不管呢？所以我认为。你们的党如果是这样，你们党中央一定会出手，甚至叫他退，叫他什么？我们一定会去了解嘛。如果确实是的话，应该要这样做。这个事还是要管一下。我举例说，朱正奇、朱古力大同区民进党那个议员提名人一提名的，对，而且民调是很高的，但因为他的那个国安法涉及国安就被起诉。然后从蓝绿2个党来看，我想刚刚淑华讲这个我同意，是特殊状况。那本党的话就是一审有罪1年以上就把你就不能选啊，然后起诉是可以继续选的。可是他没有啊，他也没有被起诉，也没有。那照道理的话，这个朱正奇这个大同的提名人是可以选的，但许国勇就干掉，因为牵连太大。但这个是比较大了，那是匪谍的事。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不是叫他退选或干嘛，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处理的机制。你们党中央要处理的，要灭火。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要人把它处理掉是广的事，因为翠上面搞600万人那实在是流传太狂，这是要命的东西啊！那个当初你说光一个留言8000多则留言，王世坚跟那个大翠购跟那个韩国瑜他红的时候，韩国瑜那也才1000万人呢。这个600万人实在是很夸张，你知道太大了。尤其我们很重视比较弱势的年轻选票，那翠都年轻人在看呢，这个是不可小觑这个事情。OK，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国民党现在塑造出一个那个全党挺一个议员参选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呢。你说全党挺一个就市长候选人或总统，这也就算了，全党挺一个是议员的参选人，挺的方式又很奇怪。你看，不管讲说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啦，那被人家问说，请问回头在哪里啦？然后还有讲说什么这个让他参选议员也是一种赎罪啦，这个也是很奇怪啊。这个什么时候参选议员变成是一种赎罪？所以周小平一直在赎罪啊。对。所以人家就说很奇怪，你给他一个他选上了之后，1年薪水200-300万这样的赎罪方式，那网友当然跟你说，那我也要啊，是不是？稳稳的200-300万的赎罪方式，这也太奇特了吧？国民党提名的时候，先发一张表，赎罪券，看谁要赎罪的来参选。国民党提名的时候，先发一张表，赎罪券，看谁要赎罪的来参选。这整件事情，那未来还会再延烧吗？会影响到不管是区域上面一个桃园这个地区，还是它会再有外溢的一些延烧？那对万委员家族来讲的话，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后续的一些发展都是大家会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你说石板民夫在前几天，然后在台中遇袭的这件事情，然后一路到现在，包括廖贤已经被收押，但是收押的过程，创夏，你说那个过程，你如果真的把它全部看起来，
他打完人以后，他还用手机回报任务完成。对，然后任务完成，所以显然有人交付任务吗？然后接下来那个时间点你去算，如果不是警方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很快掌握，3点50，他是4点的飞机，3点52分在登机门那个地方拦下来，8分钟人就跑掉了。其实基本上呢，他的那个很明确，就是如果一个打人就射回网嘛，他为什么会被收押禁见？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然后里面讲的就是灭证、逃亡、勾串幕后主使者。你要看当时这样子，所以其实大概我们检警方包含法院都看了，幕后主使者显然是很明确。然后这很明确呢，今天更清楚了嘛？就是他还打了一个手机回去，对不对？对，任务完成。然后后面呢，显然还有人告诉他，所以还可能有那个幕后主使者，甚至是在地协作者。因为跟他一起来的人5号就已经离开了。那在地协作者，然后告诉他，你今天因为预定是7号的飞机，所以提前就离开。对。然后一个香港来的人，虽然他1月11号到2月22号有在台湾，但是他对整个台中这么熟吗？那这么是不是有幕后主使者？然后幕后主使者，所以就马上到了那边。那幸好是他左手有刺青，然后所以我们的那个视觉辨识也是蛮厉害的，把他找出来，然后最后把他拦下来。所以这整个状况里面，你会看到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系统性、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警告。那当然你会从国台办里面说的义愤，那石坂民夫出生于中国，在中国长大，对中国了解帮会那个整个血统这里面的背叛者，所以他们教训石坂民夫，其实你都可以推估，包含连国台办可以不讲话，都要讲说出于义愤，他就是教训石坂民夫这种有在中国成长过的人，那是一个警告意味，然后刻意的安排嘛，然后当然再过来就慢慢查出来这个廖港发，目前是说要廖港发嘛，这里面呢就很像什么一个状况，很像我们小时候读的勾践复国，你知道吗？就是最后打在那边的时候不行的时候怎么办？是200个犯罪的人，你们到前面去治，对不对？然后我照顾你的家庭。现在是不是给人家看到这是不是一种模式？就是因为香港、港澳地区入境台湾比大陆地区更容易。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加上这个人，2015年一次又判刑50个月，一次又判刑了12个月。然后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就变成是？如果你去完成了什么任务，是不是有什么的一个状况？其实石围岛南韩的那个电影也是啊，也是这种你们是可以帮国家完成个任务的，我就给你做一些交换，所以这个整个串起来就会变成是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团结法的警告，而会不会是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里面，那在台湾里面，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说有蓝金黄嘛，蓝金黄里面，然后有很多是可能是宗庙啊、票啊、选举的干预。那现在会不会有整个社会持续的，然后利用的是那种非常好入境台湾，然后呢直接走，这已经比我们以前年轻刚当记者的时候，那时候大圈仔嘛，更复杂，更麻烦。所以现在如果你从这个整个案件到目前为止曝露的资讯，有人刚帮他弄飞机票，他有回报，而这回报之后，然后呢提前1天，然后还有是那5天里面可以换3个饭店，而且那个饭店刚好。因为我是听那个 Thank you 讲的，他是台中那边，他那个办的活动的那个饭店，坦白讲也不是一个常常有很多人进出的，然后他会知道坐到对面，所以看起来其实有一个系统性的在地协作的渗透，所以你看到最后是反渗透法。OK， 但小平，这整件事情，好，第一个单就这件事情是会对。那好，对我们在台湾所有的民众会产生内心上的这种恐惧感吗？老共，不知道是不是老共那个地方或谁，但是显然这个廖贤他的主使者，他要希望塑造的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因为这次国民党在这次大选里面主轴打的是叫和平，因为郑丽文他到中国大陆访问，所有这些，那现在老共的那个民主团结法，或是这一次你看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对石板，他对整个你们选战主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分开全台湾对我们不好，对台北市，因为猪队友曹清诚跳出来，因为石坂民夫这个事是好的。我先讲台北市哈，因为文道有先后，术有专攻啊。像曹清诚、郭台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企业家，但他们都犯了一个自大的毛病，对政治自大的毛病。那我企业很厉害，我政治很厉害，就很厉害，错，一点都不厉害，好不好？曹清诚说蒋万当选的话，这跟石板是可以连起来讲。
那就是门户大开。对，台北门户大开就是木马屠城记。我看英伟现在应该操盘手，英伟笑到肚子裂开了吧？这个就是蒋万要的那种节奏啊。第一个，蒋万中华民国派，蒋万是蒋家的第4代，你说他是木马屠城记，这个是没有人会相信嘛？你说这个郝柏村、郝龙斌是这个中共代言人，不都是笑话？你知道他有免疫力我这样讲哈。好，那重点是这个整个走下来之后哈。然后我觉得我讲一下沈伯洋，我此生最羡慕的男人就是沈伯洋。为什么？第一个他长得还不错嘛，但没有张孝全帅了哈。然后呢，而且立委做不分区，然后连议员都没当过，就被派去选台北市长，曹清成的推荐。然后这个选举也不用选赢，我只要维持公势，我选个42%，我就是民进党的下一届台北市长的再选的台北市的第一人，还压倒了王世坚。然后这样还不幸福啊？选举不用选赢呢，选个40%以上就天下扬名呢。所以好，那再回来，那这个石板夫这个事情会回到全国，对国民党还是不好的。每一次民进党都扮演这种猪队友的角色这是民族团结法这颁布之后继2005年的反国家分裂法，那时候还有连战区啊，还有什么等等，就是还有得谈。那现在是没得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作风是不一样的，就是历届领导人，我说老共然后那我喜不喜欢石板夫？我不喜欢他，因为我的主张不一样。我是保护这个中华民国，他是要灭掉这个国家，他是主张台独的，这个很清楚。但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国家，我从国家论点来谈这个事情。什么事？请问你石板夫有没有拿到那个国民身份证？有吧？所以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了。除非你换了内乱、外患这各种刑法，那另当别论。现在无犯罪状态的时候，他被老共派人来打，我们就要谴责这个暴力。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再不喜欢石板夫，他只要是中华民国公民，拿到身份证，就尽享一切中华民国给他要该尽的义务跟享的权利，包含人身的安全。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啦，这个事情它整个系统开始启动了。我觉得并没有因为台湾很厉害。飞机这样绕台啊，军舰绕台啊，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人心有没有多慌张？没有，但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大的新闻的出现了那以后还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大的新闻的出现了那以后还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站在任何的党派都要严正的态度，要保护中华民国的公民。OK， 尚孔，这整件事情你看到朝野阵营对于暴力都有谴责，但是只是有一块大家可能在认知上面，就到底是不是老共那个地方因为民族团结法所延烧出来的事情，可能朝野认知上面不一样，所以才会延伸出包括那个什么要不要那个决议，民党的那个立法院决议，然后那有没有被封杀，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整件事情，如果照刚小平这样讲，对于不管是台北市选战、全国选战这些，它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吗？第一个很清楚，它是不是一个境外上面计划性？任务达成就告诉你，是吧？就是计划性的。那个任务达成，媒体上面是用上下引号，对，所以显然是手机看到的，对嘛？好，因为你说把他抓到以后，这个羁押手机一定收嘛，一定收的嘛。好，这第一个，第二个，7月5号有人先走，我觉得7月5号的人是不是就是他回报的人不知道，但跟他一起来。只确认一件事计划不可行，两个人可能都走。计划可行，执行者留下来，他先走，避免一锅被烩了嘛。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计划型？绝对是个计划型。那如果是计划型，是谁发动？谁发动？那发动者看来中国籍香港人，那。我们也知道嘛，香港统战单位等等，他们也很多嘛，也很多嘛。那到底谁发动？这背后一定有目的性嘛，这一定有境外的力量过来嘛，
这是毫无疑问的嘛。但是国民党对有些事情的回应都很奇怪，不要预设立场。请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警方办刑案不预设立场？先判断情杀，仇杀、财杀，然后他厘清不是情杀，可能财杀，就开始问他有没有欠债怎么样。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一个案子让警方接触到就觉得奇怪，然后第一时间就认为他会跑。OK， 通知移民署与通知什么，第一时间就认为他会跑。因为你一调资料发现他7月2号进来的嘛，打完人会跑到哪里，一定判断他会跑嘛。所以你从那边看来的时候，其实司马明夫的事情对国民党而言，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你看那个大家都说7月1号中国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嘛。然后我们看到，等一下要讨论的嘛，萧旭岑又跑去讲什么中华民族认同中国人啊。其实这种话语你说会不会让大家对国民党心生反感？去看一下那个促进法的第21条。21条里面就是提到台湾同胞啊，他不就是跟你讲吗？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出来了，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人也出来了，OK， 中华民族也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国民党包括你们正主席，中华民族、中国人，然后你回到7月1号通过的促进法里面提到台湾的第21条。你是中国，因为郑丽文讲，所以你也接一条，还是郑丽文、萧旭岑的叙事符合中国？可以看来是叙事符合中国嘛。那你说这样子下去，石板民夫的问题其实不是影响蓝，也不是影响绿，是中间那一块。OK， 我们都知道是中间那一块嘛，所以国民党的做法。很多事情可能中间那一块争取的困难度很高OK， 这件事情在未来呢，一定全国大家会瞩目的，包括警方最后那因为调查结果，包括这个人要被起诉的时候，那包括中检也一定还会有一个包括公开的声明稿啊，类似像这样一些事情。OK， 好，那但除了这个以外，大概观众朋友都会，即便你说那个好了，你说台风天，大家都会去准备一些台风的一些的准备。不管是食物啦或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这个品项是不是有列在那个致癌油里面所宣布的所有的品项这些来说哈。是。那这整件事情现在处理的模式到了目前为止，在未来会有什么？包括大家一定也会有政治上的联想，政治上会产生什么样一些效应吗？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是中联的总经理被声押。声押，然后说是不是有涉及到灭证？所以大家就会看那中联在这过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因为到总经理要被声押是不是大家就有很多想象空间了？是，所以当时会不会是中联他自己本身他们已经发现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处理，反而是隐匿，甚至呢为了要有商业利益考量而去伤害了全国人民的一个食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事情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还是静待司法来做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其实20%的那一条线就是说20%以下就要下架，20%以下不要下架。我觉得这条线要重新检讨。那它现在已经是全部就是全面下架。对，它一开始，但是我觉得它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中央在处理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bug。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好好去检讨，中央也得要认要好好处理。但是呢，这个事件的责任点呢，这家公司它隐匿了48天这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嘛，它从开始从总经理就开始下令要开始隐匿，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在司法的程序，在整个社会氛围上，我们就要重新等司法调查完以后，针对他们，因为他们主管的这个总经理换人嘛，之前的那个总经理听说比较严谨嘛，然后他们的大豆进来的那个
品项也换了嘛，所以要从源头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管了。和他进来的品项跟他整个制成过程，还有我们要委外单位来做不定期的一个抽验，针对这些大厂就要不定期的抽验，而不是让他们自主去抽验。好。头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管了。和他进来的品项跟他整个制成过程，还有我们要委外单位来做不定期的一个抽验，针对这些大厂就要不定期的抽验，而不是让他们自主去抽验。好，这整件事情来，清华，最后几分钟请问一下，因为好了，你说政治上你看到，包括莱茵有直接点名，包括连蒋万安都有直接点名，从赖总统以上都点名，然后绿营也告诉你说，大家不管中央跟地方想尽办法要堵到所有这些老百姓关心的是食安嘛，但是当你看到今天是中联总经理被声押，当然是声押还没有到收押，那要看最后法院怎么样裁定。可是这整个过程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它中间到底有什么故事啊？这中间，因为刚刚讲到中间有大概不知道40几天，这到底你们中间在干什么？怎么会拖到这食安的问题？大家从以前2014年那时候的食安风暴一直到现在，教训还不够吗？我觉得这个台湾在得到教训够不够这件事情上是要好好反省。那为什么这样讲？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一定会扩大，就绝对不是只有那1300吨的那个中联油脂生产出来油是有问题的。然后包括上下游这样一抓下来，一定是鬼霸船那个整串肉粽抓出来。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就第一个，先让大家知道哈，就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从以前到现在。刚刚淑华在讲的部分，其实我们在12年前顶金事件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也请政府要检讨过。当时我们在讲说，要求业者自主管理这件事情，就好像你期待业者天生要带着良心去经营一样，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10几年过去，即便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了好几次，但是呢，业者自主管理这个原则基本上是没有变的。所以呢，你看这次的事件也是一样业者验出来就是我们对他的查验次数或抽验次数其实相对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但是问题都是让业者自己去查出来之后呢，自己要通报县市的主管机关。那结果在这个部分你就看到很明显就一定是延后的嘛。不管是南桥的时间，不管是中联油脂的时间，从他们第一时间知道这油里面验出苯偏比的时候呢，超标的时候，他到他通报时间一定是往后延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出来，时间往后延的时候呢，你要下架的时间是不是就少很多了？你要通知大家时间是不是就少很多了？所以从6月11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就错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这过程里面这个我们讲说苯偏比的产生方式，它不是因为用到那个大豆原物料的问题，它是在它制造过程里面制程里面出问题。但是制程里面各位去想一件事啦，我们现代化制程呢，工厂的这些设定，不管是湿度、温度、压力，这些都是固定的。那如果在同个固定的情况之下会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批是有问题的？没有可能是其他批生产有问题吗？而同样这批货，你注意中联的货是出到这个福寿、福茂、泰山三家去那它出到泰山三家去的时候，如果这批1300公吨的去了有问题，那你怎么知道中联油脂没有其他吨的其他批的生产出来有问题？然后一样货也是到这个泰山，然后福寿跟福茂去的。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通常你看到一个头出来了之后，下面情况会很严重。但是对于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改掉这个凡事都依赖要业者自主管理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恐怕这个是目前为止大家都要严肃的去面对了。来，小平最后1分钟。这个2016我们丢掉政权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鼎新事件，那时候徐家清当发言人来干嘛然后第二个就是马王政争，第三个就是换柱。所以因见不远，就隔了12年，那刚好都是马年出这个毒油事件不管我们当选了，他们当选，麻木不仁石崇牛还留着我小我来讲，大我要换掉，小我们对他有血海深仇你凭什么说我们万华是破口？你回想一下的时候，我说万华的义勇当然在跟你节目一下，有机会对不对？就石崇良，我还去丢鸡蛋，就带着这个里长什么好？请问你啦，怎么麻木不仁啊？中联的总经理被声押，我相信一定会被收押。这个从这刑事判断，这个事情检方都出动了。可以，第一个除了隐匿48天，那前面怎么不办呢？今天我们的收押跟声押不是看事件大小，是看媒体登多大。这个流传很久了，还地方中央推来推去的，这个现在才出手啊！早点出手嘛，早20天出手，不是少很多毒有少流到各个老百姓的肚子里嘛？麻木不仁嘛，所以我不晓得干嘛。刚说要自主侦办，他如果不报，大家怎么知道这个？
对啊，不是，这是法制自主申报，我就讲自主申报。我们这个新闻从哪一天开始烧？半个月了吧？这是大家回想6月30号，6月30号，6月30号才到7月7号开始一个多礼拜，那一个多礼拜，那个左院长这些当权者也麻木不仁的剪掉。为什么要现在办？为什么拖了差不多10天啊，8天办？因为新闻实在太大了，那又变成1300吨变2600吨，不知道多少吨。刚金王也讲了，无不可考了，把流来流去，不可收拾，最后怎么样？那就叫检方做。我一句话哈，6月30通报7月1号是中央地方联合稽查，那到今天7月10号，你知道检察官他们要去调卷消化资料速度没有那么厉害，之所以会被为什么被声压？因为在追溯源的时候，发现那个中联那边有一些资料被篡改，被篡改销毁，所以直接冲击到的是那个总经理，董事长跟其他三个大股东的厂商这边。都是重金交保。OK， 我补充一个，我认为说还有接下来要处理就实验室，只要任何实验室去检测任何的油品的状况，如果有超标的情况，直接要通报给主管机关，不是从实验室来通报，不是通知他的业主，是通知主管机关、当地主管机关或者是中央政府。我觉得这个部分才能根本来处理。OK， 这件事情牵制到全民的食安，那未来呢到底会怎么样？包括赖总统2次亲上火线说的重话，那朝野大家都盯着，那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再次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那台风天，那不管外面的风雨如何，台风天那还是在家里面尽量不要外出，那准备好所有防台的一些准备，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